没错，这就是 GT Cut 3代。如果你是跑跳型的球员，如果你打球的强度比较高，我建议你在这一双鞋上市之后就可以直接购买。不管它后续的价格会如何波动，反正对于它可能1399的发售价，绝对值。这双鞋是我穿过最符合人体工程学和运动力学的一个鞋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真的做到了鞋脚合一、鞋脚一体，但是它也并不能做到所有球员100%的适配。它究竟适不适合你呢？那欢迎收看第296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这一次的 GT Cut 3，它最大的变化，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中底的 Zoom X。Zoom X 经过了多年在跑鞋上面的使用，耐克终于把它用到了篮球鞋身上。而 Zoom X 给这一双鞋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重量。单支42.5码的 GT Cut 3重量仅为332克，并且它的整体重量分布做得非常均衡，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十分轻质。它的鞋楦依旧跟近期耐克推出的其他篮球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鞋头内侧的内收依旧存在，会有一定的母外翻倾向。不过只要你的脚型不是特别宽，你都感受不到大脚趾部位的挤压，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在尺码的选择方面，它并不偏码。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双鞋我选择42.5，非常合适，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我正常略微偏窄的脚型，在穿这双鞋的时候，能够得到非常出色的静态包裹。不管是在穿薄袜子还是厚袜子的时候，它都能提供给我非常出色的包裹感受。鞋面与双脚的贴合度非常高，脚在鞋内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空隙。拉紧鞋带之后，球鞋的前、中、后3段都能牢牢地包裹住双脚，并且舒适度非常高，完全不会出现弯折点卡脚或者鞋带勒脚之类的问题。球鞋所使用的一体式鞋舌厚度非常可观，很好的抵消掉了鞋带对于脚背的压迫。除了当你在穿薄袜子的时候，它的后跟鞋面会有一点点顶跟腱的情况之外，我找不出这一双鞋其他任何一点在舒适度方面的不足，舒适度真的可以说是顶级的。而出色的鞋楦加上球鞋前段的飞线加入，让它在动态锁定方面也同样表现出色。在变向或者侧向蹬地的时候，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掉跟的现象。动态锁定以及静态包裹都没有问题。而且这一次，它将前掌的飞线放置在了鞋面的外侧，不仅能够起到提升前掌锁定和支撑的作用，还能大幅度提升球鞋的舒适度。如果放置在内部，拉紧鞋带之后，我大概率估计这两条飞线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硌脚或者是磨脚的情况，而放置在外部则完全不用担心会出现这一些问题。这个小设计确实非常不错。而这两条飞线加上它强度本就不错的鞋面材质，以及球鞋前掌两侧的车线补强和外侧的软质 TPU 侧墙，让它拥有了十分出色的侧向支撑。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能很好的兜住双脚，表现非常棒。并且它在拥有了出色的鞋面支撑与内部填充的同时，在透气性方面也同样有着不错的表现。鞋身表面布满了透气孔，透气性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它的内衬材料吸水性略微有一点偏高。如果你平时打球出脚汗比较多，它可能会吸收比较多的汗液。有条件的兄弟，我建议你们可以入手一台烘鞋机，每次打完球之后回到家可以烘一下鞋子，让它保持内部干燥，不然容易滋生细菌，时间久了也会比较容易有味儿。而它的中底我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它了，我能想到的词可能就是无与伦比。首先，我先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耐久度问题。相信穿过 Zoom X 跑鞋的兄弟都知道 ，Zoom X 这种材料在耐久度方面的表现一直以来都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网上有很多人都说它耐久性差，大多都是开胶或者是掉渣这一类的问题，但是在这双鞋身上不会出现这些问题。这双鞋所使用的 Zoom X 并没有像跑鞋上使用的一样完全外置，而是采取了田赋式的全掌 Zoom X， 在外部使用了类似于EVA 泡棉的材质作为框架，在外侧的镂空处也使用了一层软质的塑料材质包裹住了内部的 Zoom X。在耐久性方面，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担心，反正在我这一周时间的穿着下来，我并没有感觉到它中底有什么明显的衰减。而在脚感方面，它与我们平时在篮球鞋上面体验过的其他品牌的一些超临界发泡材料完全不一样。一上脚你就能感觉到中底的柔软，但是也仅仅只存在于它的后跟，因为它的中底部在后跟处做出了一个开槽，就正好处在你的脚后跟位置处。在其他位置它的脚感也确实不错，但是并不软，同样也并不会有很明显那种弹的感觉。如果你心里想的哇，
耐克用超临界发泡材料了，脚感一定澎湃到爆。那你就想多了，它并不会提供给你澎湃的脚感，相反，它的脚感在一众的超临界发泡材料当中，只能算是比较一般的那一档。但是我为什么会给这一双鞋的中底如此高的一个评价呢？因为当你开始跑起来、运动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中底有多么的出色。当你在正常走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后跟外侧的形变空间会明显比内侧要大一些，心里面还会有点慌，担心它会不会出现后跟稳定性方面的问题。但是当你穿上它跑起来之后，这种顾虑就会完全消失。在跑起来之后，这种内外侧不平衡的感觉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它出色的中底过渡，这种丝滑的跑动感受，我在其他的篮球鞋身上几乎没有体验到过，只有一些出色的跑鞋才有这一种感觉。穿它打全场，能明显感觉到会比穿其他的鞋款更为轻松，更节省体力。出色的跑动感受是开始跑动后最直观的感受。而当我蓄力起跳的时候，哇！这一种感觉是我从来都没有体验到过的。前掌外侧接触到地面，过渡到中底，再到前掌起跳，中间没有一丝的停顿，没有一丝在过渡方面的卡壳，比吃了德芙还丝滑。这一双鞋真的好像做到了鞋脚合一，不管你想做什么动作，脚底下的球鞋好像都知道，就这样起跳。落地，每一次你蹬地时的力度，蓄力起跳时后跟猛踩地面的角度，它都能够做到100%的匹配，真的太丝滑了。有些时候有一些东西啊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我相信只要你穿上这一双鞋去跑去跳的时候，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而它中底大面积的 Pebax 支撑片用的也恰到好处，可能很多人会因为没有使用碳板而觉得失望，但是这么大面积的一块支撑片，或者叫它弹射片更合适一些。如果是碳纤维材质，使用寿命一定会有问题，而使用 Pebax 材质能够在保证使用寿命的同时，尽可能的提供给大家更为出色的反馈力度以及跑动感受，同时也没有任何的穿着门槛，减少了磨合的时间，一穿上它，你就可以直接上场战斗，真的非常爽。但是局限于超临界发泡材料本身的物理特性，你想要在它身上得到像大气垫一样那种弹射或者是推进感，它并不能提供给你，甚至在发力蹬地的过程中还会有一点点泄力的感觉出现。如果你更加喜欢那种弹射的感觉，比较依赖爆发突破，那可能搭载前掌大 zoom 的篮球鞋才是你的 Mr. Right。而这一块 Pebax 板在提供给了大家不错的滚动感加成的同时，还让球鞋拥有了出色的中底刚性。球鞋的中底刚性特别高，不管做什么动作，球鞋的整体姿态都能保持得非常不错，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但是在内侧的刚性则恰到好处，不会因为过分注重强度而丧失掉它的灵活性，大家可以放心。并且 GT Cut 3所搭载的原厂鞋垫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硬度，并且在内侧足弓处还做出了明显的上翻，对于足弓的支撑恰到好处，真的非常棒。在大底方面的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这一副号称是根据球员足底压力研究得出的大底，在抓地方面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绝对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并且在吸灰方面的表现也同样非常强劲，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只需要时不时的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脚底下就能拥有够用的抓地力。我最近这一段时间穿这一双鞋跟别人打球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我脚底下的抓地力明显比其他人要好一些，不管是在干净的场地上面还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都是如此。而且它的大底耐用程度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在我这一段时间室内木地板上穿着下来，大底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磨损痕迹，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度数也能达到70左右，用来打外场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只要你不心疼的话。它的稳定性我相信大家也都比较在意，我个人觉得它的稳定性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想要穿这一双鞋是要有一定下肢力量基础的，如果你打球毫无强度，总在场上散步，脚底下也没什么力，那这一双鞋你可能驾驭不了，甚至还会觉得它后跟不稳。还有一种球员就是平常走路外八比较严重的朋友，这一双鞋我也不推荐你们购买，好吧？它的大底宽大且平整，中底的 Zoom X 也被其他的硬质材料所包裹，并且在前后掌也都做出了一定的外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中底部在后跟处做出的开槽，当你穿上它之后，你的脚后跟是完全被全方位包裹住的，中底与双脚的贴合度非常高，稳定性完全没有问题。只要你正常打球，不要故意去作死，想着去感受一下它的外侧到底容不容易崴脚，那就绝对没有问题，好吧？大家可以放心。
这双鞋杨洋球鞋主观评级 S+，在这双鞋身上我找不出任何的缺陷，可能它没有澎湃的脚感，还是多少会让我有一点点的失望，但是它无与伦比的鞋脚一体性，以及对于篮球这一项运动当中所能使用到的技术动作方面极高的一个适配度，都让我感觉到惊艳。我以前从来没有穿到过这么丝滑的篮球鞋，真的毫不夸张。真的没有，这是我穿到过真正能够做到鞋脚合一的一双篮球鞋，不管做什么动作，它都不会对你产生任何的阻碍，这一点就没有多少鞋可以做到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它还要尽可能的帮你去提升你的运动表现。真的太强了，这一双鞋就是今年的年度最佳，我相信不会再有其他鞋款可以在今年超越它。同样使用超临界材料作为中底，耐克第一次把它用在篮球鞋身上就如此的重磅。我相信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所有的国产品牌也都会去剖析这一个鞋款，从这一个鞋款当中汲取一些新的灵感，用在我们国产的篮球鞋身上。我们所有的国产品牌们也该敲响警钟了，是时候该跳出原来那一套公式鞋的舒适圈了，去尝试一些别的新的有意思的路线吧。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杨洋球鞋，杨洋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